说完国货和日系呢，接下来我们就说别的国家的。首先呢是这些比较多的欧莱雅，欧莱雅呢有很多海外的系列呢，如果遇到黑五打折，真的非常的划算。最前面的这一排，他们基本上都在100块钱以内，买一堆都不会心疼。那依次来介绍一下欧莱雅的2.5%。玻尿酸眼精华，它里面也有那个咖啡因的成分，看着很清爽，但是它其实是有一定的滋润度的，性价比相当高。滚珠的这个设计，所以它在眼部去涂抹的时候非常的舒适。这款精华让我想到兰蔻的大眼精华。目前为止，所有这种有滚珠设计的眼部产品里面，兰蔻的大眼精华是最舒适的，它真的好像模拟美容师在按压你的眼眶骨、你的眼轮匝肌。作为同源的欧莱雅都是一个集团的，它这样的一个产品，我觉得也是有一点点兰蔻的意味在里头。但其次就是它跟兰蔻都有一个问题，就拿出来其实非常的不卫生。尽管它有20毫升啊，可能需要比较快的把它用完，时间久了其实我觉得挺容易失火。国内也很火的玻色因的眼霜，这款眼霜真的是有出乎我的意料，因为在我的印象中，欧莱雅的成分很好，但是质地其实是有一些粗糙的。以我对质地挑剔的人来说，因为它是这种按压的设计，非常的卫生，这样的一个非常水凝但是又有滋润度的眼部产品，我觉得对于大干皮来说可能还不够呢，但是油皮就非常的 OK。在这样的一个季节，你和眼精华叠加起来，我觉得滋润度是完全足够的。这款眼霜质地真的是做的非常的水润，很容易就渗透到肛纹里头，因为它有30毫升，我觉得至少4个月到半年你是不需要再买眼霜的。接下来呢是一款精华油，也是主打抗老亮白的一个作用。别的博主说这款油非常的清爽，其实是可以不要把它当成油，它有一点像精华凝露，涂起来它是有一点水感的，它不太像传统的油。但是大家看到它的使用量还有这么多，我大概用到这些，后来就没有怎么再用了。因为油类的产品可能是你化妆水之后就要上脸的，有一定的促渗的作用，但是因为油的滋润度，加上我又是一个喜欢叠加的人，其实有一点阻碍了我护肤的乐趣。如果你是干皮是完全 OK 的，你是油皮的话还是不太推荐。去搜亚马逊有它的那个官网，就无论你懂不懂跨境购物，它就是中文嘛。我是在黑五的那会儿买，大概10几天到20几天不等，很快就收到了。现在有很多跨境的 APP 基本上都溢价溢很多，亚马逊自营的就是挨着多少钱就是多少钱，速度又快，又能解决清关的问题，还能买一定的量包邮。接下来呢，这款液精华声名在外，都说液精华其实是没有精致真颜欧莱雅国产里面的顶配，它成分更好，但实际上这款精华我用起来也不错。首先它非常的香，我长辈妈妈是很喜欢浓香的，我已经用完了，空瓶了。这种滴管有一定的滋润度的，但是不会油腻，2泵的量在我脸上是刚刚好，润又有水感的。如果熬夜了，第二天你起来你会觉得你皮肤是蛮明亮的，但是如果你还是天天熬夜熬到3点钟那它依旧也是亮不起来的。精致真颜这个精华之前好像也是请了蛮多博主做推广的，欧莱雅好像就是一个赔钱货，上半年推广，下半年就会清仓，所以清仓就几十块钱。这款精华呢非常的水感，看得出来它的厚度和刚才的比更加清透，更加适合早上来使用，有一个日间的抗氧化抗初老的作用。瓶子真的好有质感，同样是玻璃瓶，但是如果你细看，它其实真的是蛮有顶配线的那种高级感的。这几年欧莱雅的东西好像变美了，而且人家都是玻璃瓶，那些一天到晚用塑料瓶子的人情何以堪。欧莱雅的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如果说你没有那么多预算，无论是干皮油皮，你就买它的这些比较便宜的精华，大量的用你也不会心疼，而且能够看到效果。接下来呢是一个秘籍精华，也是欧莱雅的玻尿酸精华，它是这样的安瓶。以前我也用过一个西班牙的品牌，我忘记它叫什么名字了，那种安瓶它是玻璃的，它是真的会不小心划伤你的手。欧莱雅呢它是塑料瓶的，这是我已经使用完的空瓶，就它完整的是这个样子嘛，它中间是有一条线的，你轻轻的一掰就能够掰得开来，也不会担心弄伤手，所以它是很安全的。这款精华其实是看起来非常清爽，上脸也很水润，但实际上有一点闷闷的黏黏的感觉。如果你以前早期用过一些日系药妆店的玻尿酸的东西，你会发现它其实是有点黏黏的，吸收后是不油，但是还是有这种粘连感。这款精华呢能够让你的皮肤看起来比较饱满，我是很好奇，所以我就买了一下。因为在欧莱雅里头这款精华不算便宜，亚马逊上买折下来大概200多块钱，200多块钱的密集护理的精华其实还是相当便宜的。但很可惜这款精华在我的脸上其实没有特别明显的效果，因为我脸上的脂肪或者胶原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本来它就是蓬蓬的。如果你有面部比较干瘪尤其是干性肌，你可以试一下这款精华。我这半年医美做的少，或者刺激的成分的保养品用的少，皮肤变得没有那么敏感了。我以前这一块会比较敏感。这款霜其实也是针对修复的，它是那种凝霜，
有点像那个以前的 ZOSKIN 的那种设计，这样按压出来的这种凝霜，从质地上也可以看得出来，非常的清爽水润。其实它是有油分在的，不会让你闷痘，但是作为油皮来说，它不是一个特别清爽的面霜，但是这个季节可以接受。我用欧莱雅的时候，其实我是整组搭配它用的，没有再用别的产品。我觉得我的皮肤用的时候状态还不错。想要尝试这些系列的话，我觉得他们都是不会踩雷的。最近又在清仓的碧欧泉男士的这款蓝源精华，虽然它是男士啊，但其实女生用都是 OK 的，没有任何关系。这款精华我也是有吃个闷亏，本身它应该是200-300块钱，天猫国际香港是有在那边清仓，当时是150块钱，但是买了没多久之后，它就开始正式清仓了，然后立马就卖几十块钱，真的是太坑爹了。就你能想象碧欧泉我们小时候憧憬的贵牌子，现在就卖几十块吗？有点像我之前介绍过的那款小蓝瓶的精华，就是那个质地，但是呢会更加高级，可能镜头里拍不出来，它其实是有点流金感在里面的，依旧是非常的清爽，肤感非常好，主打抗初老以及有很好的修复性。如果你很容易泛红啊，就原来喜欢碧欧泉的小蓝瓶的，那这款就是它的升级版。知道碧欧泉在干什么就做不下去了吗？接下来呢是一支抗氧化精华，来自利维夫。这款精华真的是非常推荐的抗氧化精华，我已经用了非常久了。虽然它是一款贵价的大牌抗氧化精华，但是可以从这边在这里耗下去一点点，其实每次只需要用2-3滴，1滴、2滴、3滴，非常少的量。你如果单用它就像水一样清爽没有负担，你也可以把它叠加在别的精华或者面霜里面，有一种 DIY 的感觉。对于一个喜欢用很多产品叠加的人来说，就可以在早上直接不要用抗氧化精华了，因为你只要滴2滴在你的乳液或者面霜里，它就有抗氧化的功效了。这款精华是能够肉眼可见看到皮肤变得通透的。接下来也是一个美白精华，来自于斯美凯的2.0，号称猛药，但其实不是很刺激的，对于斑点啊、黄褐斑啊都有一定改善作用的一款欧美药妆。现在已经到3.0了，所以我就想跟大家说，不要囤货，在经济这么差的情况下，买你需要用的东西就好了。除非你和我一样有护肤品的收集癖好，有这个兴趣，但是连我现在都很少买太多了。今年一整年其实我没有以前买那么多，就虽然现在有给大家介绍很多，但是这些都不是说一下子买起来的，一整年，包括可能甚至是去年买的。我现在在护肤品的购买上也会变得很节制，东西太多了真的用不完。就像这个斯美凯，应该买了有2年了，都已经出了第3版，我才打开了用。是一款比较滋润的美白精华，这款如果有斑点的人应该都是有种草过的。我是打算只涂在两颊有黄褐斑的位置，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它的效果。接下来呢是一个眼霜的品牌叫 Zealous， 来自英国的一个白大褂品牌。很多人知道它可能是从它的粉底或者它的面部精华油知道这么一个品牌。Zealous 的护肤线其实不便宜的，这款眼霜老早以前我就在那种比较小众的博主的文章里种草过，这款眼霜现在卖几十块，清仓我就想说有雷也没有关系，就当尝试了。是这种有点半啫喱，有点像玉米面糊，质地其实说实话一般，然后它的味道也一般，滋润度有一些不够，还是适合年轻肌肤或者适合早上用。接下来说2款比较网红的产品吧，就是在小红书很火的欧米达伊能静推火的黄金面膜跟黄金面霜。黄金面膜它是这样的质地啊，里面是有真的黄金的成分，涂在脸上就好像18铜人。这个面膜涂完之后会明显的细化毛孔，并且透亮1个度。有一个说法就是普通面膜亮1天，欧米达亮3天。听到这边你是不是也很心动了？我当然也很心动，但是很可惜，我后来发现它之所以这么神奇，除了它是瑞士品牌，有很多活性成分，它里面加了蛮多的二氧化钛和云母，而且是在成分表第5位、第6位这样的位置。作为一款2000块钱以上的面膜，成分表第5位是二氧化钛，我想我就不是很长草了。但是这款黄金面霜呢，如果你是贵妇又是喜欢瑞士的产品的话，我就比较推荐，因为它这个质地啊，好像冰淇淋一样，真的特别适合我们油皮。很早以前呢，就会有博主说，如果你是油皮，你就不要用面霜啊。但其实也是偏薄的。以前的品牌只会做那种猪油膏的面霜，现在就会做到这种非常清爽、非常水凝的，好像凝乳一样的产品。那如果你是一个衰老的疲倦肌、暗沉蜡黄，黄金面霜还是可以考虑的。接下来呢，也是一个头部的产品，是我一直很喜欢的馥丽德雅。这款产品的话，其实是颜值更吸引我，它是一款带有清凉舒缓作用的放松的油，所以我觉得它对头皮养护没有特别大的功效，更多的是放松。头部养护其实这种非常耗时间的事情，你也是要考虑清楚你到底能不能坚持，不坚持千万不要买。我真的是为了颜值买的，比较适合你有时间，你一边看剧一边去按摩你的头皮，让它放松，在洗澡的时候把它洗掉。接下来呢，也是2款洗发水，也是清仓的，因为我
真的比较爱买洗发水，韩国的品牌现在只有几十块钱，一款是针对脱发的，一款是针对蓬松的，中规中矩吧。因为我以前讲过洗发水，就像大 S 说的那样，是先洗你的头发，然后再洗头皮。我觉得它就比较适合你，如果上了造型品或者外面空气比较脏的时候，先洗一遍你的头发，就快速的洗，快速的冲掉。那么这种便宜又大瓶的这个味道呢，你一闻就知道是韩系的洗发水，就是那种人参的调香，其实还蛮好闻的，没有特别大的惊喜，但是很值得作为一个预洗，感觉像给头发卸妆那样一个步骤的产品是可以用的。接下来呢是一个美国牌子的发蜡，是很多棒球明星会选用的一个牌子，它是有一点奶霜的那个质地，它是那种椰子的香味，所以它味道男生女生我觉得都可。我今天用的就是这款发蜡，支撑力也不错，是哑光的，因为我个人是油性皮肤，我希望头上不要有那种晶晶亮的啫喱的感觉，完全哑光就会比较好。接下来就是唇膏，法国的一个品牌新鲜阁，张小慧推火的，这里是一个按钮，你按一下它就会弹出来。这样的一个设计，看就好像是沙龙香水品牌做出来的衍生唇膏，这样的一个产品清仓才卖30多块，涂上去其实是那种不是特别油。还有一款黑色的，更加推荐你们买黑色的，因为黑色的那个味道会好闻一点，它更像原料的味道，以及我觉得黑的好像要再滋润一点点。那说到唇部产品呢，就老生常谈讲一下我以前推荐过的 Matic A， 我心中的第一，没有比它更好用的。同样是用角鲨丸，它就是那种清爽的啫喱，鲨丸的配比做得非常的好，无论你嘴上有什么样的死皮，你只要涂上这个唇部精华，马上就给你压下去。所以这款产品真的是非常非常好，你唇部有紧绷感、不适感、干燥，涂上去你马上就感觉水分渗进去了，就特别特别的舒服。下面是一个和痘痘相关的牌子，它叫喜疗肤，主打针对痘印的。我买的时候它会送这一组，买大送小嘛，这样的一个凝胶的质地，非常非常的清爽。在最后一步的你护肤品都涂完，如果说我这里长了一个痘，我就在这个地方涂一下，它主要的作用呢就能够让你的那个痘印快速的消掉，也就是说它不是治痘的，它是针对痘印的。但是如果你比如说这段时间感冒比较严重，经常戴口罩，你的口臭容易长痘，你在这个地方涂它其实也会让这里的生态比较健康。我是觉得用完之后我即便戴口罩，这里也没有再冒痘了，所以它是有一定的这个作用的。我不确定它可以治痘，我觉得更多的还是淡化痘印，因为每个人用出来的感觉不一样。标榜的也是淡化痘印，而不是祛痘。今天就用3款沐浴产品来收尾吧。以前我用过这个上海药皂，我买了一款海盐的，这款洗净身体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它的味道很难闻，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感觉像要呕吐又呕吐不出来的那种味道，味道就一言难尽。另一款呢是这款沐浴露，如果你和我差不多大的话，你可能知道一个牌子叫夏仕莲，重生之后的品牌叫做质感哲学，主打的是葡萄柚的调香，应该是蛮清爽的这种阳光的味道，但实际上不是，很像梨子用冰糖炖煮之后的那个冰糖雪梨的味道，真的一模一样。每次打开我都觉得说我在吃冰糖雪梨吗？就是不太喜欢这个味道，它洗净什么的都是 OK 的，很温和，如果你是敏感皮洗也是 OK 的。以上的这2款，它们的味道让我太失望了，洗感要不错之外呢，它的味道其实蛮重要的，才会有放松的感觉啊。我就买了大俗牌伊索，我买的是天竺葵，有人吐槽过说这个天竺葵很寡淡，但我觉得伊索是带有一点木质味道在里头的，非常的好闻。如果C店有合适的价格，这瓶其实也不是很贵。伊索的溢价我觉得在国内还是蛮重的，所以大家还是推荐去 C店买，颜值也比较高，摆在那里你的洗手间的那个格调瞬间就不一样。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就请点赞并继续关注。